口畅爽，烧烤也成局。本节目由让我们聚在一起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美的蒸汽洗，天天用心机。本节目由美的油烟机赞助播出。布谷，哎，今天两位来，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叫于签，里面有各种签文，上面有一些要聊的东西，可以来摇一摇，感受一下。这个就摇。哎呦，这是什么签？你自己有哪些一鸣惊人的时刻？一鸣惊人，有吗？这个时刻，想一想。我们彼此说彼此可能好说点。那我就说他那个一鸣惊人就是我第一次看《夏洛特》，然后我说这哥们儿长得好像吴彦祖。你是瞎了吧？我要像吴彦祖，你就像金城武。哦，真的吗？哇，那是我觉得小时候觉得这超级帅的一位。我有吗？一鸣惊人的时刻，迪哥好多。有啊，快说嘛，说6个嘛，说6。我看你那个综艺每次就是非常的智慧。哇，还是自己说自己吧，要不？听人家夸，好尴尬。其实昨天我跟包子我们俩在飞机还在讲的，就是我们俩聊迪哥，我们俩就说你很照顾所有人的情绪，然后我们就说可能迪哥他会觉得想去一直在学习何老师。没有，不是学习，什么学习？抄袭？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俩就说觉得就是有一个很优秀的一位前辈在那边，然后就是有很多照顾所有人。对对对，不敢当。我们是属于那种一夸我就简直就是，你还不如骂我，你还不如骂我，真的。没有啦，这应该做的。你太优秀了，太优秀了！你怎么这么优秀？手给我夹了！你怎么这么优秀呢？太烦人了。那我一鸣惊人肯定就最早参加那个达人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只能说出道比较早，电视上的疯子不多啊。那个时候随便演点那种节目就会演一演。对，大家就会觉得哇，怎么会有人用这种方式表演？但是确实也蛮，没有太多人敢啊。电视上那个时候确实有点震撼。对，现在我如果是现在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现在大家就豁得出去的人就多了好多嘛。但以前算是我的一鸣惊人的时刻。包子，风云博有没有？我觉得就是我有时候其实我很喜欢舞台，我喜欢在舞台上，比如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唱歌跳舞之类的这样的。你们喜不喜欢看自己的舞台？就是演完以后我会看，我会觉得哪儿有问题或者怎么样，会看。我也挺爱看我的舞台的，虽然没那么多，就是原因的点会在哪？很好看啊！哦，好看啊！好不容易有这个舞台，就是看看自己的那个当时状态啊什么怎么样。我每一期我会看我自己的，我会觉得找问题。再来一个吧。啊，那我来一个啊。哦，这个你们可以琢磨琢磨。刀于谦，在工作或生活中甘心被刀的时刻。甘心被刀，大概是笼统的意见，就意思是啥意思？被刀？没事，咱就个人理解吧。个人理解吧。那行，这确实要想一想。我觉得经营家庭。工作超时，就类似于这种都是比较。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演员签了那种工作到什么时候几个小时，我几乎没看到过谁真的就说我到点了，我走了。我没见到，我好像没见到过。因为所有剧组工作人员都到那个时候，这其一，其二真的是，比如说那个景，可能今天就得拍完或什么。对，你不可能真到点，拜。不会，就不太会有这种情况。这种时候肯定都是就甘心的。这种是，超时。我特别想说，我就干过这种事儿，到点就走，也合理。没有，是这样子，我也是甘愿被刀，但是同样的事情，因为咱说老实话，不是说每一个剧组都那么的专业。对的，我确实碰到过，相对来讲不是那么专业的制片部门，他会耗到全剧组的同事都很难受。对的，有。然后我眼瞅着就是灯光的一小孩是的，哐就周过去了，然后那个摄影老师在抽自己嘴巴子，就是我看着就在旁边就这样，然后掐大腿的，然后那天我就跟我的同事就说了，我说今天
只要我到时间，谁都劝不动，我必须走，因为我走了，他们就全都下班了。我说不能让他们再这么下去了，再这么拍下去，人是扛不住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当时他们就说，那你这样得罪人。我说那，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对，因为你还帮了很多人。其实我说老实话，你这制片部门如此之不专业，大家也不好吱声。对，然后都是那种类似于像道德绑架一样的，就把所有的同事倦在那儿了。我说那你刀我呗。对，那你到时候，但我相信你，就算你出去跟人家说啊，尹正在我们组里可装了，然后到点就走，一点都不讲情面，那我相信剧组的同仁出去，他们一定会跟我说话。是的，是的，是的。其实给足了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工作好好的完成更重要哈。反而一直在磨。哎，真的，其实谁不超时啊？这把超时。但是你说真的，你看人家导演，然后各种工作人员，人家特别上劲儿，你就是工作氛围特别好，咱都懂的呀，咱就一块扛呗。合理超时就觉得没问题，因为有时候不合理你也会觉得也可以帮忙嘛，因为就说今天那个景一定要杀，对，说这其实就是没办法，对。永琪，我先带你参观一下。这是我们的吉祥物，这是我们的乐乐啊，完全不看贾斌哥，还先看个猫了。做饭 ，Yep。多儿，我有个那个面粉，你帮我拿一下。面是不是在里面啊？对，应该是。我给你拿啊，你稍等。小麦粉儿，哎，宝，你帮我一个，稍微帮我，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这个肠可以帮我洗一下。行。我去拿水。你想吃是吧？这个就当这是迪迪他们家的，不说拿过来还没做，就这样那个我给你炒。不，就是我准备这个切了多少之后往那个饭里头焖一会儿。哦，你是这意思？哦，明白了。那我就切下来再洗呗。好啊。哎呦，好舒服！这个天气在外面户外做饭，特别美，太舒服了。这以前只有露营的时候才会这么弄。哎呦，谢谢，感谢。哎呦，好客气啊，感谢，亲自感谢啊。哎呦，呀，那边开始了和面了，我的天哪 ！Oh my god！ 插鱼，现在开始插鱼。你要去压水啊？我应该切这个。从眼睛进去，从心脏出来，这个真的要尝尝。四川的香肠，也用我们这个炉边烧的方式进行一个烤制，烤得它滋哇冒油。海南有什么特色？烧烤，你们应该也烤各种海鲜吧？烧烤类也就正常的，都差不多，就各种粉儿，有海南粉儿，有鲍螺粉，对，焖面。你最喜欢吃哪个？对，我最喜欢吃海南粉、厚安粉。啊，厚安粉，对，还有焖面。你在咽口水了，兄弟？想家了。差不多，马上就要回去了。也还行，永琪那个，其实摆起来好看。放这儿吧，前面。就插肉。好。哇，好漂亮。对。我们做的就叫做炉边烧啊。我们这个炉边烧算是大功告成了，好简单哈。我们完事了。不，我要做那个鸡蛋羹，对吧？那我们这可以干点啥呢？我想弄个蛋羹，鸡蛋焖子，对吧？蛋羹。走。查一下怎么做，完全不会。鸡蛋打散，油热粉下降。来，鸡蛋在哪边呢？鸡蛋在那个冰箱。永琪，你偶尔盯一下，你看看那边。
温度还是可以哈。可以。那个香肠远不远？差不多。你看这个已经滋油了。哎，不错不错，这个可以。哇，看着不错。你那个位置好，有点烧脸。来。让它煮一会儿。做饭也行，挺好的啊，很好，我觉得特别好。你家平时动吗？不太动吗？不太动。其实我跟你说，做饭有的时候是一种解压。我那时候孩子那时候刚小的时候，天天给他做那蛋糕啊，那时候都不能吃蛋糕嘛，太甜了那时候，那就给他放极少的糖，然后在家给他做蛋糕，孩子贼爱吃，各种蛋糕。哟，哎妈！怎么了？焦了，有多焦？就是焦到已经不能吃了的焦。碳是不是？对，外焦里嫩，真正的外焦里嫩。一会儿这个饼可以这个再穿上，让它烤。我来操作，烤一烤就好了。能。看着太有食欲了。来走，来，我们先小喝一点。来吧，辛苦了，辛苦了，兄弟们辛苦了。可口可乐真好喝，好喝，哇，太爽了，那就都可以吃了哈。走起来了。